连二公子都不认识了吗？满府君劳苦，惭愧，劳尔无功。二公子责备的很是，惊动了二公子，更是属下之过。不敢。如今许都已是微城，刺客又将箭头放在司空府门前，我身为司空之子，又怎敢持人高卧？满府君若有调遣，司空府还有一些看家护院之人。请公子府内详谈。司马懿，进来。把我中毒的地方剜掉，附上这瓶药。我说你们汉室也太穷了吧！杀人越货这等事情也要王妃亲自动手，就这样还想复兴汉室吗？忍着点儿，我可不像议和那样懂医术。听闻公子跟随名家精研剑术，方才一剑果然名不虚传。这个伤口，公子可看出些什么？一剑毙命，剑路十分狭窄，可知刺客出剑撤剑极快。但是从剑伤的位置上看，刺客的身材应该比这2名许都尉都要低一些，剑也比寻常人用的轻薄。我想，这个刺客很有可能是个女人。好了，这面具倒是挺别致的嘛。好好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是不是所有见过这个面具的人都已经死了？张宇见过这个面具吗？张宇已经服毒自尽了。国士，你们就是这样对待国士的？这不关你的事，你不懂他们。你来干什么？你真以为我像杨修所预料的那样，因为抵抗满宠而被他抓走，这样你就可以像灭口张宇那样，来灭我的口吗？你还不配让我灭口。我可比张宇知道的要多得多。你救出杨俊了，你怎么做到的？许多的力量盘根错节，有很多值得我利用的，足够我办事了，而不像你心中所想的那样，只有杀人才能够办事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带走杨平，他不属于你们。这不可能。哼，一个王妃独自一人闯入许都尉，武功和胆魄都不可思议。曾经的皇后是绝顶高手，这武功从何而来？想必曹操应该很感兴趣吧？
他若是能动我，早就动了。你若是有高密之心，上天入地，我都能杀了你。许都居然还有武功如此绝伦的女子，还真想找机会跟她切磋一下。若让公子遇到刺客，那便是属下的失职，所以还是不要遇到为好。我父亲临行前说，有满府君在，我母子无恙。只是我身为司空之子，不能只考虑一门的安危。今日里皇宫大火，张宇被杀，汉室频频异动。刘备反于徐州，刘辟反于汝南，把许都的兵力彻底抽空，这些都不会是巧合。如果这个时候汉室突然发动袭击，祸气萧墙，不知满府君该如何应对啊？公子，好见识。这也都是被逼无奈之举。只有迅速平定刘辟、刘备，周公才可解除后患，专心对付袁绍。许都，我与荀令军会加强防守。曹仁将军，在10天之内应该可以平定汝南。我们只需坚守10天。婴儿，回去。可是你的伤势……我没事，你快走。婴儿，满宠的暗器会淬毒。我没事，你放心了吧。他是谁？他的救命恩人。不要引起满宠的怀疑，立刻回去。大事之前不要再来了。婴儿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的大事就是保护你。我不需要你的保护。那我回去了，你一定要小心你的伤。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。我原本以为一个剑客都会为汉室着想，现在我才知道，他原来是为了你啊！你也出去。你忘了吗？我和杨修还在此有约呢。那就闭嘴。要不是我话多，早就被你们杀了。你用剑，我用蛇，这2样东西都可以杀人。省省吧。现在我知道你的剑法从何而来了。弘农王被董卓毒杀之后，你流落民间。皇帝派了游侠王福，把你救回许都。而王福的哥哥是天下第一剑客王悦，想必王福的功夫也不会差吧？那么，你的武功就是王福教的。现在王福在董承的手下，今日又获此重任，想必这一切都不是巧合吧？只可惜，一个是游侠剑客，一个却是汉室的王妃。真是君坐高山柏，我围着水泥啊！汉室是不会同意你们2个在一起的，而且汉室越是强大，你们之间的鸿沟就越不可逾越。真是作茧自缚，令人唏嘘啊！闭嘴！这男女之情啊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哎呀，嘴真够笨的，比议和还好欺负。败兴的来了。要是汉室和袁绍联手呢？我听闻朝中的许多官员见袁绍兵力雄厚，暗中私通袁绍。天子的计谋会不会与此事有关？公子
虽无官职，对朝野之事却知之甚详。现在天子在尚书台，袁绍的人联络不上他。可杨修就是袁绍的外甥，杨修是最有可能通袁的人。对，正是因为他最有可能通袁，荀令君才要将他提拔起来。他的位置越高，越受关注，就越容易露出把柄。杨修是个聪明人，他不会在这个时候通袁。杨公子的消息还真是及时啊！王妃潇洒利落，一击成功，我怎么敢不及时来道贺庆功呢？我去的时候，张宇正准备服毒。有区别吗？告诉陛下，张宇没有辜负他的信任。你好像有点变了。我听说刺客受伤了，不让我看看吗？放肆！我奉皇后之命行事，事情做完，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你不要把自己当王妃了，你只不过是一把执行任务的剑而已。你的上一个任务失败了，你的整个师门都被董卓所灭。这一次，你只有依靠我，才能成功。4世3公的太尉公子，竟然想要凌辱一个受伤的女子，不给家门丢脸吗？你懂什么？她岂是寻常女子？我岂是贪恋美色？我救下了杨俊，虽然你有些讨人嫌，但也不至于食言吧？告诉我，杨平到底在哪里？我不食言，只可惜，你猜的全不对。你撒谎！你很快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。你虽然失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却离答案不远。你已经推断出杨平和汉室有关，汉室要利用董承来攻占许都，为什么不到董承的身边去找找？又是一个陷阱。你跳还是不跳？任何人敢伤害杨平，我都叫他死无葬身之地。无论是曹氏，还是你们。满府君，我有个建议，不知可否？公子请讲。如今宫中大火已成废墟，天子无处居住，尚书台毕竟是个办公之所，人员杂乱而防卫不足。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人见到了天子。不如让天子入住司空府，我们一家会以最好的待遇待父亲侍奉皇室。公子考虑的比属下周全。好，属下会请示天子。那就有劳满府君了。陛下，宿卫统领杨修求见。宣，怎么样了？臣来禀报陛下，张宇和杨俊的事，不必担心了。不必担心了？那他们都还平安吗？许多位遭遇刺客，张宇死了。是你们的人吗？哼，
陛下何必一定要追究呢？都怪朕，让他离开，却没有保护好他。现在你应该明白了，满宠对你的怀疑有多深了。他不会放过你犯的任何一个错误。那杨俊呢？我说过，若是杨俊出事，大汉就没有天子了。昨日下午，太学生恰好去拜访杨俊，要请杨俊去太学讲学，满宠正好去抓人，被太学生所阻。杨俊在许都声望已成，满宠答应杨俊可以自由出入，不用住在许都尉了。谢谢杨公子。太学生那边不会留下后患吧？皇后放心，满宠绝对不会查到我们身上。那刺客呢？满宠查了半宿，一无所获。是我对不起张宇。陛下用仁慈对待每一个人，却恰恰适得其反。陛下借此机会，应该好好反思啊！陛下，我自会教导。大事将至，你也需要谨言慎行。娘娘若没有什么别的吩咐，臣就先告退了。杨公子，那封信如何？已经按娘娘的意思办了。陛下，这是一场孤独的战场，你一定要学会忘记曾经的杨平。张宇的悲剧，你也不想再重演了吧？我错了，谢谢你们救了我父亲。等这2件事过去，许都就要迎来更大的风暴了。你们说的大事，是不是和董承有关系？现在臣妾可以告诉你，先帝的确与董承有缘。先帝有2条衣带诏，一条给了你，另一条给了董承。陛下，满宠求见。他还敢来？陛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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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冷静，陛下。我冷静得很。你放心吧。臣满宠叩见陛下万岁。满府君请起。见陛下龙体日益康泰，臣甚感欣慰。满府君真是忠勤国事，清晨即来，是有何事要上奏啊？臣惭愧，昨夜有刺客突入许都尉，张宇被杀，4名许都尉殉职，臣点手不利，特来请罪。被杀？朕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人，能够闯入戒备森严的许都尉，杀了朕的大臣。刺客一共2人，一人行刺，另一人接应，2人皆逃了。臣正在追查。一共2个人，杀了1个大臣和4个许都尉，还全身而退。满府君，你许都尉的职责在于拱卫许都，保护皇宫。
却连朕的一个大臣都保护不了。虎嗣出于峡，归玉毁于毒中，是谁之过于啊？臣身为典守者，难辞其咎，请陛下降罪。张总管一直身居大内，并无外敌。到底是什么人想要杀他？臣无能，只有等刺客归案，方能知晓。朕以为到了许都，有了曹司空的保护，就不用再担惊受怕了。现在刺客却找上了朕的贴身总管。朕问你，下一个是不是该轮到朕了？臣纵然粉身碎骨，也会保护陛下的安全。现在许都危机四伏，降罪满府君突然令亲痛仇快。朕现在难过的是，张宇3代老臣，自朕幼年就抚育于朕，一直随朕颠沛流离，18年来未曾须臾离开。此番他虽然有过，朕也是想赐金遣返。朕希望他能够回家乡，安度晚年。却没有料到，朕害了他，是朕辜负了忠臣啊！臣知罪，自问保护陛下有所失职，此刻行动，足见有人要对陛下不利。上书台毕竟是官署，防卫难以周全，臣斗胆，想请陛下移居一个许都最安全的地方。不会是许都尉吧？臣不敢。是司空府。听说今天早上陛下龙颜大怒，将府君好一顿训斥。敢问府君没吃亏吧？陛下这2日被下官逼得有些急了，满腹怨怒要发泄，人之常情。哼，他知道动不了你，也只好嘴上撒撒气。这小子，咱们把他从李傕郭汜手里抢出来，好吃好喝供着。哎，他倒整日给咱们生事，小白眼狼一个。我这一走，许都会有10日空虚，我就不相信他会老老实实的。将军放心，眼下的动乱，下官与巡令军足以应付。曹公前线艰难，才是决胜天下的关键。将军身负重任，不必有后顾之忧。我知道是国家在指挥你，可国家纵然是神仙，也料不到皇帝会一把火把自己的皇宫给烧了吧？所以按我说，还是小心为妙。该给他颜色的时候，就多给他一点。昨夜2公子建议，请陛下住进司空府。子桓，他这是想干什么？下官想，这是要替曹公分忧的意思。我这个侄子呀，心思一点也不比他爹少。他这是想亲自监视皇帝，到时候向他爹邀功。我嫂子生的这3个儿子，曹丕、曹彰、曹植，个顶个的聪明。但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闹成袁绍的儿子们那样。曹公家事，下官无权指挥。算了吧，我大哥的家事就是我事。现在是许都最空虚的时候，所以国事家事都要拜托夫君了。假如我回来，许都丢了，那就请将军快刀斩我头。好，挖！许都啊，真的是危若累卵啊！
自即日起，关闭四方城门，10日之内城防戒严。是。你说，董将军即将起事了，难道这个时候，我们真的要住进司空府吗？满宠敢这么说，一定是司空府的决定，我们没得选择。可是现在一旦住进去，一定是更为严密的监视。这个时候，连行动的自由都没有了，我们怎么帮董将军啊？你什么都不做，便是帮他了。杨修会保证你的安全，等事成之后，吴寿会来接你去皇宫下诏。在司空府，一切小心便是。山雨欲来，我却困守一隅，也真是煎熬啊！一切都在先帝的安排中，你的存在就是最好的武器，不需要跟他们去冲锋陷阵。我只是想帮你们做点事情。我又说错什么了吗？没有，看不出来。你发火的时候还挺凶的。我只是为张宇感到难过。厚葬他，给个追封吧。这声音是关闭城门的讯号吗？是。山雨欲来了。许都即将变成战场。也不知道仲达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他有没有来许都啊？他没来最好。也是，那就再等2天。过2天，董将军成功了，那我们就自由了。到时候，再让仲达来帮我们。怎么了，二公子？刚刚得到尚书台的消息，皇帝今天要移居司空府。皇帝频频出手，这司空府也不可能坐以待毙，所以才要将皇帝软禁起来。不出5日，许都必乱。这2天我会很忙，张掌柜，哎，我现在就把事情布置下去，你们调集人手，提前准备着。我要20辆马车，记住，务必使得外观一模一样，而且车夫的着装也要相同。二公子，您这是要带什么人走吗？对，有把握吗？能。董承起兵一定会从这里，还有这里动手。二公子，这怎么？怕了？二公子，属下为了司马家，就算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可是现在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咱们家在许都多年的经营可就全暴露了，还有可能将祸端引到河内。这样做值得吗？老爷会同意吗？放心吧，汉室在跟曹操较劲儿，什么事情都要按着来，他们不敢公然问罪咱们家的。再说了，为了这个人，非常值得。
渊冰厚3尺，素雪覆千里。我心如松柏，君情复何似？母亲，二哥，我舞的好不好看？你又偷学我的剑法。可惜啊，这梅花太轻了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也想跟二哥一样，有一柄宝剑，就像二哥诗里写的：“待我宝剑，今尔何为自低昂？卑立乎壮观，白如积雪，力热秋霜。”你一个女孩子家，整天不好好读书学女工，玩这些凶器做什么？这个园子，你以后不能来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才不要每天待在房里。这个园子要献给天子了。你父亲的正堂、书房、卧房，都要赶紧收拾出来。天子今天晚上就到了。天子为什么要来咱们家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天子的家被一把火烧光了，对不对？陛下、皇后来这里，家里都要按供奉天子的规矩，尤其是杰儿，要懂礼数。可不能像往日那般活蹦乱跳的放肆。皮儿，带你妹妹回去。哎，是。我得吩咐他们赶紧把屋子收拾出来。走吧。哎，二哥，你见过天子吗？没有。但我想，这天底下最恨父亲的人，大概就是他了。父亲从李傕郭汜手里救了他，他为什么要恨父亲？乾坤岂有2日？那我觉得天子也挺可怜的，一路被各路诸侯劫持，好容易到了许都，没住几年，房子又被一把火烧了。天子才18岁吧？才这么小就受了这么多苦，看他这么可怜，这园子就让给他吧。哎呀，你们这些女孩的心思啊，可真是难以琢磨。但我们的天子一定不喜欢这样的同情。你们一定要等着我，不要自己悄悄落喽。陛下住进司空府了。现在如果强行拒绝的话，满宠会更加怀疑。陛下去了也好，满宠以为掌握住了陛下，就有恃无恐了。那陛下怎么办？一旦兵变，司空府的人会立刻劫持陛下为人质。我们总共只有750人呐，还要集中起来对付许都尉，如何才能揪出陛下？曹操或许是一尊煞神，但他的妻儿不是。司空府，不要被司空府这3个字吓破了胆。曹操不在，那里留下的只有妇孺。你手上不是养了一些高手吗？再加上宿卫的50人和一些宦官，拿下司空府足够了。事成之后，我会亲自送陛下回皇宫，
再由陛下发出讨逆的诏书，只要王福能按照我的计策，集结他所有的人马，原计划依然可以成功。汉室存亡，在此一举，拜托杨公子了。董将军，折煞晚生了。杨公子，请慢走。妾便是携曹府河门老幼，恭迎陛下皇后。夫人请起。朕已不得这皇宫离灾，叨扰司空府了。陛下谕旨下顾，乃闭门之幸。臣妾引陛下皇后入府。皇帝长得还挺好看的呀。家中地方狭小，不能进入宫中，委屈了陛下。臣妾已将卓夫的议事厅改为朝堂，陛下的寝宫就是卓夫的卧房。西边的厢房已布置为娘娘的寝宫，只是嫔妃、女官、宦官们，就只能委屈挤一挤了。皇后住在西边吗？啊，陛下若是觉得不好，啊，已经很好了。仓促之间安排得如此周到，夫人果然堪为曹司空的贤内助啊。那妾就带娘娘去安顿了。皮儿，在。奉天子去书房看看。是，母亲。父亲爱书，虽戎马之际，仍然手不释卷。臣听闻陛下在禁中也喜好读书，就斗胆将父亲的书留下了。不知道是否合陛下心意？很好。朕在禁中也喜欢藏书，只不过数次颠沛，散逸了不少。父亲常说，何日太平了，必征召天下贤才重修典籍，文章才是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。这句话是曹司空说的吗？这是臣的文章中语，让陛下见笑了。林之止，振振公子。你少年便有如此见识，果然不负曹司空的教导。谢陛下夸奖。不知陛下最喜欢读什么书？若是府中没有，臣再为陛下寻找。杨平，你又偷懒不练剑，下次再说又没饭吃啊！我不想学杀人之术，我要学救人。你武艺太差，所以未雨绸缪，先学这个，可是没用啊！乱世之中，千军万马一过就是流血营野，你救得过来吗？比如，要是打猎准头好，你懂医术也救不了他。
还不如改跟范和尚学念经超度吧。喂，这个也许可以帮你救人。这是什么？圣人王道，以仁德为本。对，我就是想学这个。哈哈哈，也就是你这样的傻瓜才信。王道都是骗老百姓的，除非你是皇帝。可是这天下最不相信圣人王道的，就是皇帝了。少年时，兄长曾对我说过，此书可以救天下。煮酒的火还尚温，多情空余恨。野花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。欲盖弥彰，他乡月光，荒凉某个眼眶。现实彷徨，阵阵风凉，沉